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咱们不聊虚的，聊点带血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总有那么一种人，你跟他说好消息，他淡淡一笑；你跟他说天大的坏消息，他也只是皱皱眉。你觉得他冷血、装深沉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，这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，其实根本没活明白，一直在假装成熟。如果你正处在30到50岁这个尴尬的年纪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敢病不敢死，这期视频可能会救你的命。别划走，哪怕听到最后一句，你的下半生活法都会变。咱们先唠唠啥叫见过世面。以前我也傻，我觉得见过世面那就是坐过头等舱，住过5星级，去过巴黎铁塔喂鸽子，跟大老板吃过饭，手机通讯录里躺着几个大佬。那时候年轻啊，发个朋友圈一定要带个定位，一定要露出那个 logo，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过得好。苦笑，现在回头看，那不叫世面，那叫场面。那是用钱堆出来的，用虚荣心撑起来的。只要你有钱，或者你愿意透支信用卡，谁都能见。真正的世面是买不到的。它是用什么换的？是用疼换的，是用亏换的，是用无数个睡不着的晚上换回来的。我有个老大哥，姓张，以前那是风光无限，做工程的，出门那是前呼后拥。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世面，兄弟遍天下。后来呢，资金链断了，一夜之间负债累累。以前那些天天喊大哥的人，电话不接，微信拉黑。更有甚者，落井下石，踩着他的脑袋往上爬。那半年，老张愁白了头，但他没哭没闹，也没到处去诉苦。他把豪车卖了，换了辆2手车，跑滴滴，送外卖，哪怕是一天赚几十块钱，他也干。有一次我坐他的车，我都觉得尴尬，不知道说啥。他反倒乐呵呵地跟我说：“兄弟，没事，这才是日子。”那一刻，我懂了，真正见过世面的人，不是没走过弯路，而是走过弯路之后，他不抱怨。他知道，走夜路的时候，没人会给你掌灯，你得自己做自己的光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见过世面的人都戒掉了情绪化，尤其戒掉了到处诉苦的毛病。咱们普通人受了点委屈，恨不得拿个大喇叭满世界喊。领导批评了，回家跟老婆抱怨一晚上。朋友借钱不还，发个朋友圈骂3天。生活不如意，见谁都像祥林嫂一样。结果呢？除了让看笑话的人更开心，让真正关心你的人更担心，没有任何用处。见过世面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实力。你的委屈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所以他们越来越沉默。这种沉默不是懦弱，不是认怂，而是一种顶级的防御。他把那个流血的伤口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自己躲在角落里上药，等伤疤结了痂。他走出来又是一条好汉。你看着他云淡风轻，其实他心里早就已经是千军万马。这才叫见过世面。接下来咱们聊聊人情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些厉害的人都有点冷？你跟他谈感情，他跟你谈规则；你跟他谈过去，他跟你谈现在；你跟他谈面子，他跟你谈利益。以前我觉得这人真势利，真没劲。后来我被人情狠狠地扇了几巴掌，我才明白，这种冷才是最大的善。举个我自己的例子，前几年有个远房表弟找我借钱，说是做生意周转。那时候我还没见过世面，觉得都是亲戚，我不借多没面子啊，以后回老家怎么做人？于是我连借条都没好意思让他打，直接赚了5万块钱。结果你们都猜到了，生意赔了，人找不着了。我去问舅舅，舅舅反而怪我，你那么有钱还在乎这点？你是哥哥就当帮帮弟弟嘛。
听听，这就叫道德绑架。那5万块钱是我熬夜写稿子一个个字敲出来的血汗钱啊！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冷漠。真正的见过世面的人，在人际交往中有一条铁律：先小人，后君子；先规则，后人情。你找他合作，他不会先跟你喝酒吹牛，他会先拿出一叠合同，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赚了怎么分，赔了怎么算，谁负责什么，违约了怎么办。你觉得他斤斤计较？不，他这是在保护这段关系，因为他见过太多好兄弟最后因为钱反目成仇，见过太多闺蜜因为利益撕破脸皮。他知道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不要用金钱去考验人性，因为你会输得很惨。所以如果你身边有那种丑话说在前头的朋友，请你珍惜他。他不是冷血，他是清醒，他不想让咱们的关系最后烂在一笔糊涂账里。这种边界感是见过世面的人给自己穿的一层铠甲，他不越界去干涉你的生活，你也别想越界来绑架他。不讨好，不迎合，不凑合，这种姿态真帅。说到这，肯定有人问，那照你这么说，见过世面的人岂不是都没朋友？嘿，你还真说对了。或者说他们的朋友少而精。咱们年轻时候特别怕孤独，一个人吃饭觉得丢人，一个人看电影觉得凄凉。为了显得合群，为了显得人缘好，咱们逼着自己去参加各种局。无效社交，听过这个词吗？一群人坐在那吞云吐雾，吹牛皮，互相敬酒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。手机里加了一堆好友，备注是某总某局。等到你真遇上事儿了，你翻翻通讯录，你想找个人借1万块钱，或者哪怕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你会发现几千个好友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拨出去的电话。那种热闹后的荒凉才是最刺骨的。见过世面的人早就戒掉了这种虚假的热闹，他们开始享受独处。我看过一个大佬的采访，他说他最享受的时间是每天早上5点到7点，那时候全世界都还在睡觉，只有他醒着。他读书、喝茶、冥想、跑步，那2个小时是他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他说，只有在独处的时候，人才能跟自己的灵魂对话。你别觉得这是矫情，你想想，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了？你有多久没有放下手机，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了？我们每天被短视频、被热搜、被别人的焦虑裹挟着往前跑，我们活成了数据的奴隶，活成了算法的傀儡。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们有一种能力叫屏蔽力。外界在喧嚣，他心里有个小房子，门一关，外面狂风暴雨，里面四季如春。别人夸他，他笑笑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会飘。别人骂他，他也笑笑，知道自己没那么差，不会气。因为他的价值评判系统在自己心里，不在别人嘴里。这种定力，没有见过大世面，没有经历过大风浪，是练不出来的。很多30多岁的人特别焦虑，看着别人年薪100万，看着别人创业成功，看着别人换了大房子，心里那个急啊，那个火啊。于是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。听说股市好，全仓杀进去；听说虚拟币赚，卖房也要买；听说加盟奶茶店火，辞职去开店。结果呢，大部分人成了绿油油的韭菜。见过世面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不赌，或者说他不赌运气，他只赌概率。在他们的字典里，不输比赢更重要。孙子兵法里有句话叫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意思是我先保证自己不会输，然后等待敌人犯错，我再赢。我有个朋友做投资的，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，身边的人都劝他，哎呀，加杠杆啊，梭哈，1年翻倍。他不动，他就守着那点固定的收益，稳扎稳打。
大家都笑他胆小，笑他没魄力。后来金融危机来了， P2P 爆雷了，股市腰斩了。当年那些笑话他的人，有的跳楼了，有的跑路了，有的几十年的积蓄一夜归零。只有他依然每天喝茶看报，资产虽然没暴涨，但也没缩水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：人生不是100米冲刺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跑得快没用，跑得久才是王道。见过世面的人都有极强的风险意识，他们做事先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，我能不能承受？如果最坏的结果是家破人亡，是妻离子散，那哪怕利润再高，我也坚决不碰。这叫底线思维。很多中年人之所以翻不了身，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在一次冲动中把底牌输光了。只要你还在牌桌上，只要你手里的筹码还在，你就还有机会。所以别急，别慌，慢一点，稳一点。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依然保持理性。最后我想聊聊面子。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面子比天大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为了这口气，我们可以跟老板拍桌子，跟爱人冷战，跟父母顶嘴。那时候觉得低头就是认输，认输就是无能。可是当你真正见过天地，见过众生之后，你会发现，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见过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饭局上，为了给公司争取一个订单，给一个比他小20岁的客户倒酒，赔笑脸。有人觉得他卑微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他强大，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有几百个员工等着发工资，有公司的未来等着他去扛。相比于这些责任，他个人的那点面子算个屁。韩信守胯下之辱，勾践卧薪尝胆。真正的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见过世面的人懂得在现实面前认怂，这种认怂不是放弃，而是战略性撤退，是为了保存实力，是为了等待时机。如果在矮檐下不低头，只会把头撞破；如果在大风里不弯腰，只会被连根拔起。特别是咱们中年人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没有任性的资格了。别为了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去死磕，去硬碰硬。该道歉道歉，该妥协妥协，该让步让步。回家给老婆做顿饭，给孩子讲个故事，给父母洗个脚，这不丢人。为了家人，为了生活，弯下腰，是为了把日子扛在肩上。这才是真正的爷们，这才是真正的见过世面。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见过世面，不是为了让你看不起别人，而是为了让你看清自己。当你明白了众生皆苦，你就不会那么苛责别人；当你明白了世事无常，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于结果；当你明白了人性幽暗，你就不会那么轻易受伤。我也希望屏幕前的你能成为一个不好惹的人。这种不好惹，不是脾气大，不是嗓门高，而是你有原则，有底线，有脑子，有退路。你像一棵树，根扎得深，干长得直。风来了，你听风；雨来了，你听雨。不管外界怎么变，你稳如泰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戳到了你的心窝子，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接力语：我是树，我不怕风。这不仅是写给我看的，更是写给你自己看的。哪怕只有一个人因为这期视频放下了执念，看开了得失，我就没白讲。记住，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速度，是耐力；拼的不是运气，是清醒。关注我，带你拆解人性，看透本质。咱们下期见。